可是有一阵子真的非常非常穷，有点快周转不过来了，他急需一笔大钱，他就去提款机提了一些钱，他就收到一个$25,000的进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本书《力量》。这本书就是《秘密魔法力量3部曲》的其中一本，但是我在书店比较常看到的是另外2本，我很少看到《力量》。可是这本书的内容很重要，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。力量这本书在讲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吸引力法则可以运作呢？世界上有一股力量可以让你跟你想要的东西吸在一起，那股力量就是爱的力量。爱的力量，我们先不要想说是男女之爱，那个是比较狭义一点的。今天要讲的是比较广义的爱，就有点像狭义相对论跟广义相对论。今天要讲的广义的爱呢，就是包含感恩的力量开心的力量、心情好的力量、欣赏、赞美、称赞、祝福，还有很满足，这些全部都是广义的爱。我第一次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快用里面的方法就吸到一个东西，跟大家讲一下。那时候是一个冬天，然后我很想吃柿子，可是我那时候住的地方买不到柿子，我要开车到很远的超市去买才有，我又不太想出门，所以就不想去买。可是我很想吃柿子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刚看完这本书嘛，我就想说，好，我们就用爱的力量来吸引看看吧。我就在家里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想柿子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水果啊？大自然也太神奇了吧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水果啊？柿子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想着那一颗一颗的柿子，然后给他们好多好多的爱，赞叹大自然的神奇，竟然可以创造出这么好吃的水果出来，又香又好吃又 juicy，太喜欢了，越浮夸越有效哦。然后我就给了柿子很多很多爱，但是我不想自己开车去买嘛，实在是太懒惰了。隔天呢，我就去上瑜伽课。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会去上瑜伽课，所以隔天我就去上瑜伽课。然后做完那1小时的瑜伽之后老师突然拿出一大袋的柿子要送给我们。太夸张了，因为老师说他家有种一棵柿子树，刚好在结果时，如果不赶快吃的话会坏掉，就送我们一大堆。我就拿了一大袋回家，这真的超夸张，因为那个老师他从来都不会跟我们讲他自己私人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家有棵柿子树，而且他平常都酷酷的，也不会送我们礼物，也不太跟我们聊天，竟然那一天就送我们礼物，而且刚好就是柿子。而且超级快，我大概就是做那个爱的练习1天之后，就收到一大堆柿子。所以这个方法真的很有效的，用爱来吸引你想要的东西，一定会成功。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书里面的故事，是 Rhonda 他自己的故事。他原本是住在澳洲的，他是澳洲人。秘密那本书刚开始走红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会到世界各地去做一些工作或是演讲。那有一次他就去巴黎出差工作，他在巴黎的街道走一走，就看到有一个女生穿着一条很漂亮的裙子，然后一看到就是一见钟情，超喜欢那个裙子。可是他真的很忙，他没有时间停下来问那个女生说裙子在哪里买的，完全没有，他就只是看到一眼然后就离开了这样子。他就觉得那个裙子很漂亮，所以呢心中就对那个裙子充满了一种爱的感觉。那很快呢他就回到澳洲了，所以基本上他跟那裙子应该是没有缘分了，你会这样想。那有一天他就在墨尔本的路上开车，一样跟往常一样要去上班，突然前面有一个人就是有点乱开车，就来一个 U-turn， 然后他就被挡住了，他就停下来之后呢，他就看一看路边，然后路边刚好就有一间衣服店，然后就一看发现怎么他想要的裙子就是在门口，在 model 穿着的那一件裙子，然后他整个吓到，一模一样的裙子。后来他就赶快打电话去那间衣服店问他，然后那个衣服店就说，对对对，那件裙子是这几天才从法国巴黎运来的哦。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订那件裙子，那件裙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那整个货运柜里面，他们完全没有订那件裙子，而且只有一件。Rhonda 下班之后就赶快冲去那间衣服店，然后试穿，刚刚好就是他的 size， 也很快就把它带回家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你真的是很爱一件东西的时候，不管它多远，不管它是不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，它都一定会被吸引到你的身边，距离根本就不是问题哦。那再来我们要讲呢，是如果你替别人的成功感到开心，那你自己也就会变成一个很成功的人哦。
我们想要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在心中给予一份爱，才会得到这个东西。如果我们想要成功，然后我们看到别人成功，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感到开心，在心中给予这个成功的祝福，那我们就可以也变得很成功。所以当你如果看到别人的事业成功，或是别人很有钱，或是别人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，都要好好的祝福他们，这样子这件好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哦。其中有个故事是 Ronda 她姐姐发生的。Ronda 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啊，然后有一次其中一个兄弟姐妹呢买了一台新车，很棒的车，然后她这个姐姐呢就非常非常替她那个兄弟开心，而且是开心到落泪，就喜极而泣。她非常非常开心，虽然说不是自己的车子，可是就是喜极而泣，你知道吗？喜极而泣其实就是爱的意思，而且是很强烈很强烈的爱。结果有一天呢，她姐姐自己在开她那个旧车的时候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进到了一个淹水的区域，车子就泡水了，可是没有淹很高，所以一切都是很安全很平安的，可是车子就坏掉了。结果她的保险公司就直接给她很多很多钱，她就去买一台新车，然后后来自己也就开一台新车了。一切都是因为她在前几个礼拜已经因为一台新车喜极而泣了，虽然那台车不是自己的，可是很快自己也得到了一台新车，是不是超神奇的？但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件负面的东西，或者是你看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是看到一件事情的阴影而已。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假设有个固体在这里，然后有个光从这边射过来，这边照不到光就会产生一个阴影嘛，对不对？其实阴影是不存在的，那为什么你看到阴影是因为光被挡住了，所以你才看得到阴影，可实际上阴影是不存在的东西哦。你看到这个阴影，你觉得它很讨厌很烦，然后你想要把它擦掉又擦不掉，你想要去改变这个阴影又改变不掉，可事实上你只要照光下去，这阴影就会不见了。所以其实你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，你只是看到阴影而已，你要怎么让它消失呢？就是照光下去，那光就是爱，如果给它很多很多爱下去，阴影就完全不见了。而且很有趣的是哦，如果你那个阴影越大，代表它需要的光越多，如果阴影越小，代表需要的光越少。你看到的事情如果是非常非常让你不开心的事情，那你就代表阴影很大，那你要给的爱就要越多，才有办法让这个阴影不见。所以现在就是把爱想成光就可以了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已经结婚很久了，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没有那种爱的感觉了。然后这个老婆呢，就开始很讨厌她老公，觉得她老公是个很负面的人，脾气很不好，常常生气，就是很难搞就对了。她一开始还感觉到她已经完全不爱她老公了，可是后来呢，她学习到了这个爱的力量之后，她决定要来修复一下两个人的婚姻。那她怎么做呢？她就是看一下她老公以前的照片，以前是最可爱的时候，她就把他们刚结婚那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看，去回想一下那时候开心的样子。然后她就把那些照片呢放在桌上，她看得到的地方，常常去看，开始去想她老公的优点，开始想起来为什么会爱她老公了。做了一阵子之后，她就发现对老公的爱越来越多了。结果很神奇的是，有一天她老公就突然变了一个人的样子，就是完全不会负面了，也不会生气了，脾气变得很好，也恢复健康了，就再也不是那个讨人厌的老头子了，是变成一个脾气很好很棒的人。她完全不敢相信老公的改变，可是事实上她老公的改变是因为她自己改变了，是因为自己给老公很多的爱，所以老公就改变了。因为先给予才会得到嘛，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要求他改变，你其实要改变的是你自己对他的看法。如果你能够给他很多很多爱在心里面的话，他一定会变一个人。还有一个感情方面的故事我也蛮喜欢的，有一个女士啊，她本来已经结婚了10几20年了，可是她老公一直都是对她很不好，言语辱骂啊，甚至可能有家暴的情况。那后来她跟她老公就离婚了之后呢，但是呢，她就再也不会去抱怨这件事情，她就决定要做一个很正面的人嘛。然后她就去想象自己就再一次结婚，而且想象自己搬到欧洲去了。她原本是住在美国的，可她想象自己可以住在欧洲的很漂亮的地方。虽然她没有钱哦，因为她刚离婚，然后其实没有什么自己的财产，可是她就是会开始着手准备一些去欧洲的事情。例如说她要去买一个行李箱，放一些她想要带去欧洲的东西，然后或者是研究一下住在欧洲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就是会常常想象自己终于可以去住欧洲了，然后她完全都不去抱怨前夫的事情。其实很多人在这种情况早就已经放弃再婚的机会了，然后又没什么钱，但是她没有放弃，而且她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去欧洲的。
结果真的很神奇的是，他就遇到了一个男生，那个男生的老家就是在西班牙。后来他们结婚之后呢，就搬到西班牙去住了。他那时候的想象呢，完全就成真了。他准备的去欧洲的东西也完全都用上了，很棒很棒很棒。再来我们要讲跟钱的关系，其实不管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方法都是一样。大家对钱比较有问题，是因为对钱有很多负面的信念。常见的负面信念或是限制性的信念有：钱都被少数人赚走了啦，钱才不会长在树上呢，只能做讨厌的事情才能赚到钱，一定要先苦才能后甘，有钱人都是做坏事啦，贫穷才是美德啦，没钱都是谁谁谁的错啦。所以对钱呢，一定要先移除一些负面的信念，然后要让自己去感谢拥有的钱。所以现在开始呢，你就去感谢你已经拥有的钱，不管是多是少，你曾经拥有过嘛，你就先感谢你拥有的钱。当你收到账单的时候呢，要在上面写说，谢谢宇宙让我可以付完这个账单。然后你收到薪水的时候，也不管是多是少，都一定要很感谢，感谢老板，感谢那个工作，感谢那个薪水。然后还有平常对钱也要很尊重就是说不要把它随便乱折乱揉乱放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它，最好是用一个长皮夹一张一张摆好，就是不要有那种乱折的情况发生。建议大家也在感恩日记的时候写下对于钱方面的感谢的事情，例如说今天有人请你喝饮料，有人请你吃饭，你就写下来感谢一下，或者是你得到了一个什么折扣，或者是你收到了一些折价券，这些其实都是钱的象征。那你多感谢这件事情呢，这些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多，你收到的钱也就会越来越多。然后还有呢，你对钱要开心的感觉，因为很多人会说，我一定是很爱钱啊，我怎么可能不爱钱呢？可是当你在烦恼没有钱的时候，你就是不爱钱了。所以要让自己尽量不要去烦恼没有钱这件事情，然后也不要去抱怨没有钱这件事情，因为你越抱怨你就会越没钱。要去想的就是我很多钱，我很有钱，然后感谢钱一直到我身边，它就会越来越多。那Ronda他自己有个故事呢，是说他那时候已经开公司了，可是有一阵子真的非常非常穷，有点快周转不过来了，他急需一笔大钱，可是他就开始发现说他已经在担心没有钱这件事情，那就完全错了，这样就会越来越没钱嘛。所以他想说，那我要怎么改变我现在对钱的感觉呢？我一定要对钱有一点开心的感觉才行啊。他就去提款机提了一些钱，不知道是几百元还是几十元，提了一些钱之后，他就在路上开始送钱给他觉得需要的人。但他给的时候是那种是开心，因为是有帮助到别人的感觉，所以他就很开心。他给，其实他很需要那一笔钱，可是他还是把那一笔钱给出去了。他那个周末呢，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。虽然他又给了更多钱，表面上好像又更缺钱了，可是他的心中的开心的样子是让他又可以喜极而泣的。他就真的很感谢他有那些钱可以来做这些很棒的事情。结果呢，就在礼拜一的时候，他就收到一个$25,000的进账，完全就是奇迹一样，25,000非常非常意外的进账。那为什么会有那笔钱呢？他说他在很多年前曾经投资过他一个朋友的公司，他那时候用一个很少的钱去买了一些股份，没想到那个股票就在那个周末的时候涨了很多，所以就有人打电话问他说，你要不要把那些股票卖掉，可以马上换到很多钱。他就卖了那些股票，然后就得到了$25,000的进账。他说真的，就是在他那个周末给了别人钱，然后对钱感到很开心之后，礼拜一马上就有钱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不过他有特别强调啦，就是他在给予的时候是没有求回报的，这样子才会有效果。如果说你给予的时候目标是为了想要得到更多的钱的话，反而会没效果。你一定要是无条件的给予才会得到，很神奇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去练习的，无条件的给予爱。这本书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用爱来吸引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有做了一个10分钟感恩冥想的练习，在这边大家可以听听看哦，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内容哦。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